欢迎来到 News TT70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杨紫在娱乐圈有多理智？原来热播剧《杨紫》被下架了。杨紫在娱乐圈有多理智？每次娱乐圈的明星倒闭，这段杨紫专访都让人觉得很真实，很束手无措。杨紫说：“老实说，以前选戏看剧本、看导演、看演员，现在选戏有时还要看对立的演员和发型，因为很实际的。问题是，如果你不看他们将无法播出。”杨紫可能没有想到，精挑细选的《青簪行》和《天机之白蛇传》都中途夭折了，其中一个尚未发布。如果你的播放量不错，但是你下架了，比如说你和一些演员不是很好，或者有些情况你播不出来，那你实际上还有3-4个月的时间，一年拍摄12个月。拍3，正如杨紫所说，可能工作1年后，你连一部可以发表的作品都没有，你的流量和曝光度都没有了。在不缺明星的娱乐圈，这很难。现实中孔夫子搭档的明星几乎都是顶级男艺人，比如肖战、陈毅、任嘉伦、景柏然、李现等。这些男星在娱乐圈的口碑都不错，可惜眼下亟堂难求。可惜金如霜要马自家新类型也无处可寻。你怎么看待这件事？梦中的那片海，春生身上有兄弟的义气，少年的傲气，爽朗细腻。刚看到电视剧《梦中的那片海》定档的消息，我就很高兴。主演肖战给春生的注解是春之希望，生生不息。我给小朋友讲的时候，给春生的注解是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肖战眼中的春生是永不服输，而我给小朋友讲春生的时候，是说他不怕困难，不懈努力。我时常说他懂我，想来我和他真的是有几分奇妙的默契在他这里，我总能找到灵感和同频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说，好看只是他在我这里最末流的优点。我们一定会有无数个夏天。这是我和他的崭新而璀璨的夏天。2集看完后，我来写追剧感想了。其实我看到春生的第一感觉是大玉儿里头长大，身上有那种长期熏陶出来的傲气与皮实，天不怕地不怕的，像抓不住的风。他从28大杠上下来，自行车直接飞出去，那一刻我真的意识到了他学会骑自行车是非常必要的。但是后来，他的细腻面开始慢慢展现。他其实可以临危不乱，即使悄悄看书被发现，即使站在他对面的人是所有人口中不能轻易招惹的，他也还云淡风轻。这种云淡风轻其实就让他区别于单纯的莽夫。他对兄弟的义气，他少年的傲气，都是有支撑的。他的志气也是他的底气。他拿着画笔在画纸上画下贺红玲的时候，很奇妙的和我心目中的肖战重合了。我看很多人都说他认错人了，言下之意即他认为和他一起看书的人就是贺红玲。这里其实还蛮有意思。一开始我也觉得他是认错人了，但实际上那幅画都是他画的，所以他应该第一时间就知道贺红玲就是李国华正在找的人。那么他既然都知道了，为什么还在冰场用那种眼神看人家呢？因为他确实被惊艳到啦。说实话，我都觉得挺惊艳的。从视觉效果上来说，在冰场里红帽子红围巾就很惹眼。视觉效果占先机，加上他又滑得那么好，惊艳众人其实也是正常的。所以后来他和春生记忆里的人有了一个重叠。私以为这个重叠倒不是说就是这个人，而是春生当下的心态反映这个人这么惊艳，这么耀眼。想来我在书库遇到的那个姑娘，应该也是像他这样好的。这是少年特有的心态。我们年少时喜欢一个人，
总是会不由自主地把它和所有美好联系在一起。这一段里真正有趣的，其实是贺红玲。春生去追她，和她一起滑冰的时候，她简直笑颜如花。先动情的人，分明是他。他和齐天走在路上的这段冰刀论，也意有所指。那新的合脚吗？新的总会有点不好。拆解一下集，你看上的那个肖春生，真的适合你吗？他不会比我好的。而贺红玲的回答是，挺好的。拆解一下集，我觉得他挺好的，我觉得他比你好。至于春生做梦，这很正常啊。少年的时候总是这样的，一眼经验都能记好久。更不要说他还和人一起滑冰了。贺红玲其实蛮自信的，如果不自信的话，他不可能直接去问是谁对我一见钟情。这种话，春生实际上还蛮青涩的，因为他其实没有办法面对一个姑娘这样直白的追问，所以当人家姑娘上前一步的时候，他有一个垂下眼睫的细节，其实还是有些局促的，但是他很快就调整好了。这个地方能快速调整，两个原因吧，一是他对贺红玲的感觉，其实就是我之前说的经验，甚至哪怕他有什么别的感觉，也是很短促的，他也来不及沉淀。二是兄弟对他来讲是很重要的，他知道李国华和贺红玲之间的事情，所以根本就不会再去做什么。他根本不是这样的人。其实我蛮欣慰的，编剧真的借着春生去传递了一些很正向的东西，比如遇事积极承担，比如在女孩子被说闲话的时候，春生会及时出来制止，比如他真的很爽朗，会很直截了当的说有什么事不要憋在心里，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的猜心。他的爽朗和细腻形成了反差面，我真的永远走不过这一点。爽朗和细腻也是他能够去服众的原因。另外说一下肖战的台词，感觉这部作品对他的影响其实挺大的。他现在日常说话的时候也会带着一些京腔啦。我之前一直都说台词是他相对的来说的短板，但是这一次真的好很多。相较之前声线有往下沉，也不再那么像背词儿了，能看出他是真的下了功夫的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